你家曾经有燕子来筑巢吗？燕子与人类的生活几乎是形影不离，连筑巢都跟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此外，有的人说看到燕子低飞更代表着快要下雨的征兆，这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呢？高级的食材燕窝跟这种动物也有关系吗？今天这一集所介绍的鸟类是家喻户晓的邻居型野鸟燕子，那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动物图鉴吧。嗨，大家好，我是爱台湾的杰克。我们今天又来到了台湾鸟传奇的系列啦。我们今天所要来介绍的鸟类，虽然在北部不一定很常见，但是基本上只要住在中南部的人，肯定也都相当的熟悉。每当快要下雨之前，它们就会飞得低低的穿梭在道路之上。而这种动物，它们科学一点的名称是家燕。我知道讲到这边大家一定会误会，但真的不是大家知道的知名演员柯佳燕啦。家燕在科学上的分类属于动物界几所动物门鸟纲雀形目燕科燕属的家燕。我们常听到人家说燕窝是一种养颜美容的圣品，而燕窝确实是由这些燕子它们用唾液配合绒毛、草叶或者是植物的茎秆所制作的育儿巢，而在幼鸟孵化之后，这个巢穴就会被弃置，而人工挑除绒毛等等杂物之后才会变成以唾液为主要成分的食用燕窝哦。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任何的燕窝都可以吃啊！一般来说，燕窝这种燕子的品种是金丝燕，不是我们屋檐下所看到的一般家燕哦。家燕分布于世界各大洲，如果用台语来讲，叫做鹰亚。身上可是穿着黑蓝色的燕尾服，有着长而分叉的尾巴，是一种很容易在我们生活当中所见到，也很好辨识的雀形目鸟类。它们的身长大约15公分，胸口偏红，而有一道蓝色的胸带，腹部的羽毛呈现白色，喙以及脚部呈现黑色。它们的叫声也很常在生活当中听见哦。家燕的专长非常明显，它们特别擅长于空中追逐猎物还有嬉戏。这种动物它们跟人类互利共存的关系，帮人类吃了很多的害虫。所以说在文学作品还有民谣当中都把家燕当作所谓的益鸟。以前的农民只要看见燕子低飞，就会赶快把农具收好，赶快回家，因为这就代表着即将下雨了。在下雨之前，空气中的水分会增加，此时当然土壤的湿度也会增加，泥土当中的小昆虫就会出来透透气，当然这就成为了燕子的大餐啦。顺道一提，不只是下雨之前燕子会出来吃buffet，下雨天过后的燕子也非常有可能成千上万只的出没。前2年云林斗南雨后出现上万只的燕子低飞景象，台湾生态学会云林站的主任也表示，燕子低飞是在觅食附近芒果树下的小昆虫。下雨天原本躲在树上的蚊子小虫子，可能为了要躲雨而聚集在树下，而此时这些燕子当然就趁机饱餐一顿啦。而燕子这种动物，它们最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形式，除了前面提到的在燕子低飞的时候可能会见到一整群的燕子一起出来觅食，而第二个就是育雏的行为最贴近我们的生活。家燕会于建筑物筑巢，每年会繁殖2次，大约在每年的5月到6月初，还有6月中旬至7月初，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容易见到它们的巢穴的。大家不妨在这段时间抬头看看骑楼有没有燕子筑巢，偶尔幸运的话，还能够看到幼鸟讨食的样子。每窝的蛋大约会产4到6颗，而第2窝大约是2到5颗。雌鸟跟雄鸟也会共同的孵蛋，14到15天之后，幼鸟就会出壳，而亲鸟也会共同照顾它们长大。有时候这些小燕子在巢穴当中挤在一起的模样，也让网络上的网友们都感觉到心都要融化了。像是前几天有好几家新闻媒体都纷纷报道了，在日本有5只肥嘟嘟的燕子宝宝，它们也一起拥挤的卡在鸟巢当中，似乎一个不小心就会溢出鸟窝的样子。这个景象真的看起来相当的温馨，也很可爱。这个画面也属于燕子这种动物在大家脑海当中重要的代表画面哦。跟麻雀一样，都是属于雀形目的家燕。它们跟麻雀不一样的点是，麻雀它们主要是以谷物为主食，而家燕的食物最主要是以昆虫例如蚊子、果蝇等等当做主食。我们也几乎不会看到有人养燕子，因为燕子它们其实不容易在人工饲育的情况之下存活。野生的燕子它们的个性更是难以驯服，很多时候被人捡到的时候都很容易活活的饿死。如果大家在繁殖季节捡到燕子，也建议大家不要私自饲养。讲到燕子，又想到台湾，
其实台湾还有一个地方是以燕子来命名的知名旅游景点，大家猜到了吗？就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的燕子口。燕子口这个地方它的地形相当的特殊，这个步道呢也是很多国内外的旅客到了花莲必去的旅游景点。根据太鲁阁国家公园所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地方的地形是利雾溪水历经久远的岁月所切割出来的样子。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燕子口呢？有些人猜测石灰岩壁上的湖穴会不会是燕子所凿出来所做出来的，又或者是燕子的窝呢？不过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湖穴其实是地下出水口和利雾溪水所侵蚀而造成的。而这个地方之所以会叫做燕子口，是因为在这个优美又适合觅食的环境，吸引了不少的燕子在这附近觅食与嬉戏，所以说这个代表性的旅游景点就叫做燕子口啦。燕子这种动物在台湾也算是传奇的鸟类，虽然说它们的外表可能不像台湾蓝雀那么鲜艳而亮丽，也不像是我们之前介绍的绿袖眼会发出美妙的鸟鸣声，更因为它们不好饲养，所以说在宠物界也不大受欢迎。这对燕子来说算缺点吗？我觉得并非如此。也因为以上的这些种种的原因，让它们能够在台湾幸福的活着，自在的翱翔，可以不被捕鸟人干扰，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在天际。而在家里屋檐筑巢的时候，也让很多人跟着燕子的鸟爸妈一起感受着生命诞生的喜悦，这何不是台湾野生动物最美的风景之一呢？大家喜欢家燕这种鸟类吗？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爱台湾生态的人，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看图文的动物讲解哦。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啦，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晚安，拜拜。